《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我已经看过了哈，这是我的票。我作为一名路人来说，我真的忍不住了啊！我本来昨天看完之后是看的早上9点20分的第一场，我看完之后实际上不想在网络上去说任何东西，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一个大 IP， 我也没什么影响力，我就觉得看完好看就可以了啊，不用去想太多。但是没想到昨天刷了一天视频，一天的评论，真的很多人，我觉得你是没有看懂吧，没有看懂《射雕英雄传》吧，没有看懂金庸老先生的那三部《射雕英雄传》的那个原著他们的精神内核吧。我看了评论，基本上能分成这么两类，就是一类是纯粹的黑子，连票都没有买过的啊，连电影都没有看过的，就在那里开始评头论足了，纯粹的黑子。第二类就是什么呢？以前看过金庸原著但是没看懂的，包括呢他们看了那个以前第一版的1983年那一版《射雕英雄传》，然后被那里面的打打杀杀、江湖恩怨情仇那些玩意儿呢中毒太深的，但是又没有看懂里面最想表达那些核心思想的，这两拨人黑的是最厉害的，一整个无语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金庸老先生，他在写这部戏的时候是在1957年到1959年之间，新中国才成立，刚刚没多久，10年时间都不到。那个时候他们在写这部戏的时候，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评论说，郭靖和黄蓉的名字都不是随便取的，郭靖他的这个 J 就是国家的含义，而黄蓉呢是 HR， 就是华人的意思，那个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啊，宝贝。那你要知道，当时金庸老先生他写这部戏，他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要体现我们国人不论身处哪里，然后呢他们都想要回归祖国，报效祖国的一个心情。并不知道我没有表达清楚啊，就是我有点激动哈，我讲的有点乱，就大家能理解吗？大家去看金庸老先生他的一个原著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只看到江湖恩怨情仇，你一定是没看懂的。他后面有非常深刻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侠义精神在的，一定不是简简单单江湖的恩怨，什么武功啊、打打杀杀啊这种东西，不是的。他讲的就是当时南宋被金国欺负得很厉害，然后郭靖他在国外长大，完了之后，当时的蒙古就我们俗称的国外嘛，在国外长大，但是最终他要回来南宋，哪怕是这个国家再腐烂、再臭、再坏，对吧？哪怕是我最后死在我的国内，我也要保护好它，因为它是我的祖国。他想表达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那我觉得以往任何一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它都没有表达清楚这样的一个内核，它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打打杀杀、什么武功啊、高强啊这类玩意儿。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么多的那个《射雕英雄传》，我觉得只有徐克导演就是拍的这部《射雕英雄传》，肖战主演的这部《射雕英雄传》，才真正意义上的是最贴合金庸老先生想要表达的那一种核心思想的。我这样讲吧，大家不要生气哈。但凡是你有一些家国情怀的，你有爱国主义情怀比较浓郁的，这部电影你一定看得很爽，因为你深有同感。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深有同感；你作为一个国外的华人，你深有同感。如果是说大家没看懂，或者是说大家觉得这个剧情很烂，不知道表达什么思想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还有待提升，这种思想还有待提升哈。你们没看懂，也没有看懂金庸老先生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好吧 ？respect。所以没看懂的，再去看一下金庸老先生的原著吧，好吗？如果还没有看的，不要被这些黑子，包括有一些人去带节奏。但凡是家国主义情怀比较浓郁的，爱国精神比较强烈的，包括呢那些没有看过金庸原著的那些小朋友们、年轻人们，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就没有看到有说不好看的。所以宝贝们，我觉得不是徐克不好，不是肖战不好，不是这部剧的编剧，不是他的这个不好，不是他的剧情不好，而是大家真的没有看懂。这个思想这个觉悟境界，我觉得还要再高一点，不要太肤浅了，好吗？就这样。插一句嘴，
金庸老先生他是香港人，1957年到195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香港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那么我是这样理解的，金庸老先生他就是当时香港的华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管我武功再高强再厉害，我依然想要回归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就这样，不服来干，欢迎干金啊！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蛇年大吉，射雕雄起。二刷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的在万达看的，这个是我第二次，我特地选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是肖战他们在广州第一场路演的那个厅，这个厅太牛了，跟我第一次的那个观影感受完全不同。画面太好了，完美的把徐老先生的那种镜头美学呈现的淋漓尽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在那种小厅里面，你去看射雕，真的20%的那种效果你都达不到，黑黑的灰灰的。但是这种大厅无敌，我今天还拿了很多周边呢，可能很多小飞侠我很喜欢，这个也是额外的惊喜哈。还有一整本的画册，一整本哦，天哪，今天是收获满满。然后我看完二刷之后，我有很多话想说哈，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我觉得我第一个视频里面说他们没有看懂，还不够精准，我要纠正一下。我觉得他们不是没看懂，是根本看不懂。怎么理解？就好比方说，你一个小学生，你去让他看高等数学，他看得懂吗？就好比方说，一般人他是品味不了梵高的，他看到梵高那些画，他觉得还不如我自己画的好。本来高艺术性的鉴赏作品，它本身就极具争议性。如果是谁都能看得懂的，那它的价值，它的艺术价值又何在呢？它就是有一部分看不懂的，这就对了。我举个例子，你像哪吒，哪吒为什么？哪吒是国产啊，国产片，我不黑它啊，我无条件支持国产，但是我这个春节档绝对不会去看它，不管它多高的票房，多好的评价，我绝对不会看。为什么？哪吒它作为一个商业片，它确实很成功，它完全抓住了消费者的味蕾，燃、炸、美、帅、搞笑，对吧？那除此之外剩下啥呢？它完全是跟着消费者他想要的这种刺激去走的，但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太肤浅了。看完之后什么也没留下来，我就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们那些在评价，反正他们评价不很统一，太燃了，太帅了，哎呀那个什么他姑姑是吧？好美呀，那个什么敖爹好帅呀，就这些，是不是有点肤浅啊？我天！但是射雕呢，一刷、二刷、三刷，你每刷一次，你就能够更加的知道徐老先生他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你对他的镜头美学，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你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你每一次的收获都会不一样，你每一次去看，你的心灵都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肖战真的演绎的太好了，他真的把那种我心目当中符合我心目当中那种大侠的形象演绎的淋漓尽致。我看过1983年那一版黄日华演的《射雕英雄传》电视剧版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角色不是很吸引我，觉得他有点太憨了，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肖战真的太绝了，演绎的太好了，完美。另外我想说一些无脑黑的这一波人哈，所有的无脑黑呢，不是说他觉得哪吒好就一定是无脑黑，而是他只能欣赏得了哪吒，他完全品不了射雕，并且一出来很典型的特征哈，我跟大家学一下。退票烂片看不懂，中国武侠完了啊，差评，经典的就这几句话。且他没了，你让他能再讲出一句那么有深度的评价，我都服他。没有啊，
所以我感觉这完全是两种价值观体系形成下的不同的思想的对决，谁都说服不了谁，他们品味不了，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品味不了，就是品味不了。你就好比方说喝惯了奶茶的人，他能品得了茶吗？茶多具有文化，中国上下5000年，茶文化历史悠久。但是泡茶很麻烦，你要分红茶、绿茶、普洱茶，不同的茶温度不一样，红茶要80度，绿茶要100度，然后不同的茶还用不同的杯子泡，对吧？绿茶还得用这个龙井，还得用玻璃杯，等等等等。喝茶还得有茶桌礼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文化，你说让他们去喝一杯茶，那不要他命吗？他们会觉得太麻烦。所以他怎么能理解一个人可以花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喝茶呢？他体会不了那种意境，我们也体会不了怎么一个人天天拿这个手机就点几十块的那个奶茶喝呢？又甜又腻，又不健康，为什么要喝呢？这就是快餐文化，只能说山猪品不了细糠哈。我始终相信这波人是极少数，武侠精神、大义精神一定是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骨子里跟血液里的。我们这个时代从来都不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你看那个时候武汉它疫情嘛，春节期间说封城就封城，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你像那些被困在这个武汉城里面那些老百姓们，他们足不出户响应国家的号召，他们就是平凡而伟大的一个个的郭靖啊，为了防止病毒的流出，对不对？还有那些全国各地啊，冒着生命危险源源不断赶往武汉去支援的医疗队们、护士、医生们，他们也是最美的郭靖啊。还有之前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因为一句话，党和人民需要你，义不容辞从1万多米高空跳下去那些人民子弟兵们，我跳下去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义无反顾跳下去，这不就是一个个鲜活的郭靖吗？还有我们100年近代屈辱史里面，拿着那些枪杆子挡在老百姓面前的那些冲锋陷阵的革命先烈们，不也是一个个鲜活的郭靖吗？中国之所以也能延绵5000年历史不绝，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种为国为民、舍身取义的大侠之意。而如今射雕带着我们中国的武侠精神走向了国际舞台，我相信他必将站在世界精神屋脊之巅，散发他的魅力，影响一波又一波国外的人，他们都会领悟得到，真正的强大，你不是说你国力强大，你武力强大，你就可以欺压别人，打打杀杀，烧杀掠夺，占为己有。你真正的强大就应该是为国为民，悲悯之心。我想到那个时候啊，巴勒斯坦的孩童应该不用再流离失所了，俄乌之间也化干戈为玉帛了，然后呢，老美呢也不到处去挑起战争了，真正回归到自己的国内，像洛杉矶这样的火警这种悲惨的结局永远都不会再发生了。而台湾呢，也将不费一枪一炮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到那个时候，天下大同啊，然矣。射雕这次是在全球同步上映的，德国场场爆满，而在香港呢，作为《射雕英雄传》这部作品的发源之地，持续的都在加场，反响非常的好。所以我在想，可能真的有一部分人吧，比某一些人更懂武侠呀。而最终呢，射雕必将带着国际上所有的膜拜和赞誉的声音，形成一道回旋镖，抛回中国。那个时候呢，他又会击中谁的民心啊？谁是跳梁小丑？谁是无知肤浅？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总之，这个春节我什么都不会看，除了射雕什么都不会看。
不管你哪吒，不管你其他片子票房多少，不管你的评价有多高，对我而言都不重要，就为了2字，一个侠字，一个义字。你看现在 DeepSeek 啊，它都有各种大佬去保护、去守护，是不是？那我虽然不是什么大佬，但是我觉得射雕值得我为它持续的去发声。射雕，加油，雄起！先说结论，哪吒可以看，射雕更应该看。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就哪吒跟射雕的对比的那个视频，黑子们终于找到我了，我也是终于见识到了这一波无脑黑干精啊，他们的这个可笑跟无知啊。反正我一点没生气，我全程看着他们的那个评论，我简直都快笑出声出来了。什么交战粉儿、新型起号方式，还有什么你是收了多少钱，类似于这样的评价如出一辙。一波无脑黑干精啊，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讲话呢从不讲逻辑，从不讲证据的，咬文嚼字，玩文字游戏，跟你硬杠的那种。但是这一波人哈，你别看他表面上凶凶的，实际上就是一只纸老虎，内心空虚，精神空洞。你但凡是能够抓住他的要害去攻击，马上就歇菜了。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给到大家哈，如果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无脑黑的干精呢，你也可以借鉴一下我的方式方法。首先，千万不要正面的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千万不要试图去找证据证明他是错的，或者是证明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就是耍嘴上功夫的干精啊，他们完全不讲逻辑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掉入他的圈套，我们就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第一步认同他，第二步把问题抛给他。举个例子啊，有黑子啊这样说，你是收了多少钱？你可以这样回，你真聪明，你太聪明了，你好厉害呀，你要给我多少钱呢？比如有干精说你这是什么新型的起号方式，同样夸他，你太棒了，你太聪明了，你太牛了，要不你也起一个试试？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讲，你就会发现他无话可说。另外呢，对于这部戏来说，大家不用太担忧哈，可能大家还在关注这个排片啊、票房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用。为什么？你们看他们在武汉那一场路演的时候哈，大家都很淡定啊，大家状态都非常的好。也许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实际上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射雕英雄传》这部戏在开播之前就已经预热啊，这一波预热预售的话呢，小飞侠真的是功不可没。那刚刚好呢，中国的春节档是属于寒冬季节的，也正是因为小飞侠的努力，《射雕英雄传》的出彩，让我们整个的2025年春节档的这些电影们都已经蹭到这波热度，让中国电影在2025年有了个复苏的迹象。《射雕英雄传》的讨论度已经是所有的春节档电影无法比拟的，讨论的深度、广度。有谁去讨论这个哪吒吗？没有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评价，集中都是在射雕这边。在这种广泛的讨论度的前提之下，下到10后，上到60后，全面参与到《射雕英雄传》背后的这种利益上，让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8个字深深地烙在了每一个人的内心。不管是喜欢射雕的，还是恶意的诋毁射雕的，都有意无意地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武侠精神。最后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票房和排片的问题了。那我是觉得票房这一块，实际上《射雕英雄传》它的战绩不差的，在同类型的武侠片当中，它已经远远超过了《龙门飞甲》，已经是现在武侠片当中的票房最高的了。而且现在春节档还是完全没有结束啊。这2天我看到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很多的人开始2刷、3刷，带动了很多一些年轻人，00后、0后这一波人，以前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武侠、接触过武侠的这一波人走进电影院，并且给到了射雕非常中肯的评价。他们这一波人必将也会
带动一波类似于他们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我相信《射雕》的票房肯定远不止这样，而且还没有加上国外的票房了。再加上《射雕》在国际上的这种影响力，以及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双重加持，我是感觉整个《射雕》直接赢麻了。敬请期待吧。我的眼睛特别红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录第一遍的时候，我真的情难自控，我真的没办法录下去了。这是我的第2次录，然后我希望我能够把看完第3遍《射雕英雄传》之后，自己对于一些细节的理解，可以更加完整的、清晰的表达给到大家。这是我的电影票，大家看一下。第一次刷的是个大概家国情怀，第2次更多的是被徐老先生他们的镜头美学所感动。因为那个厅特别好，然后这一次选了一个杜比厅，那么我关注的更多的是细节，而这一次真的是让我全场基本上都是哭着看完的。电影放完之后，走出电影院，我依然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当我还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的时候，有一对男女，大概30岁左右吧，他们在探讨这部片子。他们说，难怪网络上评分只有5分，真的好差呀，看不懂。然后音乐也不对，角色也不对，浪费了100多块钱。我当时听完他们的话，我真的很想冲上前去跟他们理论，但是我在想，跟他们理论，他们就能听得进去，就能听得懂了吗？所以我冷住了，我只是回过头去，用我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2个。然后这个男士呢，他就缓缓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他们就不再讨论了。我想他们应该从我的眼神里面看到了无奈和鄙视。我走在路上一直是情难自控，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所以接下来我想要把我第3次刷完射雕之后所看到的所有的细节，包括网络上对他们这些攻击，我想再表达一次，希望我可以表达清楚吧，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首先讲讲大家攻击比较多的爱情线，所谓的郭靖追妻记，而我看到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那我接下来要把郭靖对于黄蓉的感情线和黄蓉对于郭靖的感情线分开来讲，因为他们2条是不同的线。郭靖对于黄蓉的这条感情线，实际上我看到的里面是什么呢？是他的大义，他的家国情怀远远高于爱情的。首先开端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跟黄蓉诀别的理由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以为黄蓉的父亲杀死了他的几个师傅，你的父亲杀了我的师傅，你是他的女儿，所以你也是我的仇人，我是不能跟我的仇人在一起的。所以他在爱情和知恩面前，他是选择了施恩的。后面他是发现是我误会了黄蓉，我的师傅不是黄蓉的父亲杀的，才有了后面他去寻找黄蓉这条线。他始终放心不下这个战乱年代的黄蓉啊，他很担心他，所以他又从这个蒙古大本营出去找他。但是他找的这个阶段是很短的，当他知道蒙古要借道大宋进攻金国的时候，他立马就快马加鞭赶回了蒙古的大本营。所以在家国情怀和爱情之间，他又选择了家国情怀，他丝毫都没有停留。最后就是郭靖带着他的母亲回到大宋，自始守卫自己的祖国。我不是要去寻找黄蓉了，我是因为我要去守护南宋我才回去的。只不过是到了襄阳之后，他发现原来黄蓉在这里，顺便找了黄蓉。家国情怀和爱情之间，实际上他是先选择了家国情怀，爱情都是摆在后面的。所以这怎么能理解成全程都是郭妻追妻记吗？这明明就是家国情怀呀，这明明就是大义呀。而且我看到的是黄蓉成就了郭靖。他跟黄蓉在一起之后，是黄蓉带他去找的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才把降龙18掌传授给他。为黄蓉身负重伤，郭靖带他去找一灯大师去疗伤，然后无意当中才学得了九阴真经。所以郭靖的一身武功，一身高强的本领，都是跟黄蓉息息相关的。郭靖在寻找黄蓉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尸骸遍野。那么在他开端的第一幕，就是蒙古跟金国打仗的那个时候，
他往下看，看到四海遍野，那个画面对他冲击是很强的。他在寻找整个黄蓉过程当中是看到很多这样的场景，所以呢，在他的目当中，慢慢的就形成了家国的情怀、大侠精神，不是打打杀杀，一定是悲天悯人。他是非常反对战争，非常反对杀戮的，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他看到的太多了，所以不管是从郭靖他一身高强的本领，还是他从精神内核、他的信仰上面的形成，都是跟黄蓉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黄蓉，就没有后面的郭靖。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黄蓉对于郭靖的这一条感情线。很多人会说黄蓉是恋爱脑，但是你们看错了。我看到的黄蓉的爱是深沉的，是追随的，是无比的信任的。当他听到华筝说他跟郭靖成婚了，他当时是非常的错愕的。他误以为郭靖离开他是因为要去追寻荣华富贵，成为金刀驸马，所以他当时他的信仰崩塌了，风车直接掉在地上，直接瘫倒在地。但是当后来华筝告诉他，郭靖遇到一个中年女子，一直对他念念不忘，一定要找到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误会了郭靖，所以他想要帮他。他的爱也是隐忍的，他明明可以跟郭靖直接相认，但是他没有。他在跟丐帮开会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郭靖现在身处的境地是很艰难的，我不要给他去添麻烦了。哪怕他的丐帮弟子说你这跟我们这个老头潇洒，他跟他的公主在潇洒，他也无所谓，他只想郭靖好。最后呢，当郭靖张开双臂阻挡蒙古大军进攻的时候，黄蓉看了一眼郭靖，毅然决然也跟郭靖一样张开双臂，那一刻他的爱就得到了升华。正所谓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啊，我就要做到夫唱妇随，哪怕是赴死我也在所不惜。所以这样的黄蓉啊，试问现在多少女子可以做得到啊？难道不值得钦佩吗？难道这也是恋爱脑？就是说黄蓉不够古灵精怪的，选角不够好的。我有自己的理解哈，我觉得这个角色定位非常非常的好。古灵精怪其实是性格里面所带来的，它不在于说你外在的表现，那就太肤浅了。黄蓉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做了丐帮的帮主很多年了，她不可能还像年轻时候的黄蓉一样，就是外在也跳脱，行事也毫无规矩，不可能的。她经历过那么多的江湖厮杀、大风大浪之后，黄蓉已经成长成为一个非常的稳重、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有大将风范，能够带领这一帮丐帮打天下的这么一个女子。她绝对不会是一个柔弱的、跳脱的一个人，但是她内心的那种古灵精怪，实际上是永远都没有变的。从刚开始的她对欧阳锋的一个对决，说九阴真经那一段，故意去挑拨欧阳锋跟他下属的一个关系，还有他为了救华筝，写了一个假的九阴真经给到欧阳锋。同时的话呢，他跟欧阳锋的那个对话，骗他说郭靖要吐血身亡了。这个呢，其实也是他古灵精怪的一种表现，他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就在最后，他跟郭靖去找李大人，想要去城墙上看蒙古那边战况的时候，他跟郭靖的表现完全不一样。郭靖就表现的依然是他的正直和实诚哈，但是黄蓉也是把他的古灵精怪展现的淋漓尽致。他走江湖多年，他知道李大人是靠不住的，你如果是想要去跟战争沾边，他肯定不会答应你，但是如果你的理由是看蒙古人的脸，他可能就会答应了。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黄蓉特别的不靠谱，用这么一个理由，怎么这个李大人就答应了，实际上是在讽刺当时的南宋那些官兵们他们的这个不作为，是在讽刺李大人的不靠谱。而黄蓉他是深谙这个世道的，深知人心的，他是跑江湖多年的，所以他用了他认为可以成功的方式去说服李大人。这个也是郭靖没有办法去办到的事情，因为他太实诚了。所以试问这样子的女子，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对爱执着，这么一位女子不值得钦佩吗？而且骨子里还保留着她那份古灵精怪，我太喜欢这个角色了。接下来是讲的郭靖和黄蓉张开双臂挡住蒙古大军进攻的那一幕，多少人看不懂啊？
但是试问当时郭靖他们有什么选择呢？一边是蒙古有养育之恩，一边是生我的宋国这个根在这里。当时蒙古的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了，而郭靖他还在蒙古的这个阵队里面没有出来，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能做什么呢？他什么都不能做，马上蒙古就要进攻了，我能做的只能是张开双臂大声的呐喊，只有大声的喊出那一句安达，如果你们要进攻就从我身上跨过去，仅仅只有这一句话可以让他们暂时的停止进攻，否则蒙古大军就要冲过来了。这样的方式去争取一个和谈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形势所迫，无奈之举。最后讲讲为什么郭靖讲了几句话大汗就退兵这个事儿。首先大汗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了郭靖如果想要取他性命是随时可以的，欧阳锋都可以随时取到他性命，如果不是郭靖出手的话他已经没命了，而郭靖是可以完胜欧阳锋的，所以郭靖想要取大汗性命是随时都可以的。大汗只有在确定郭靖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才敢贸然进攻。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一个细节哈，当时郭靖去救大汗的时候，大汗的表情他是很欣慰的，他那个时候误以为郭靖回到了他的身边，所以当时郭靖在大汗的军队里的时候他吹响了号角，但是没有想到郭靖毅然决然冲了出来，挡在了蒙古大军的面前阻止他，这也才逼得大汗要站出来跟他和谈，试图想要去说服郭靖。首先他试图用亲情去感化他，你为什么要救我？他以为是养育之情，结果郭靖回答他不是，是因为我不希望你死，不希望看到你两个儿子针锋相对血流成河。下来他想用英雄这一个概念去驯化郭靖，告诉他我南征北战这么英勇，你应该追随我，像我一样去成为英雄。但是郭靖又否定了他，我不认同你的价值观，我认为的英雄应该是心生怜悯爱国爱民的，所以大汗又失策了。其实说到这里的时候，大汗他已经知道郭靖没有办法被撼动了，所以他最后讲的那一句话实际上是在表达遗憾的。如果我当时给你取一个蒙古的名字就好了，也许呢你就能成为我真正的儿子了，而现在就不会挡在我的面前。但是郭靖告诉他，你又错了，不管你给我取什么样的蒙古名字，我永远都是大宋人。所以彻底的击碎了大汗进攻大宋的这么一个想法。只是此刻画面停顿了一下，这停顿的几秒钟实际上就是大汗他已经在想象，如果贸然开战，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必然是郭靖取他性命，然后他的两个儿子，非常不靠的儿子，将会为了大汗的这个位置互相厮杀，那么草原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这么多年苦心征战出来的这一个版图又将化为虚有，这是大汗不想看到的。所以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他只能退兵。而独属于武侠的浪漫呢，我觉得诠释的也非常好的，它就存在于那个风车里，那个标记里，它就存在于桃花九焖鸡以及那一根大家吐槽最多的避雷针里。黄蓉通过郭靖给他留下的风车和避雷针，追随着郭靖，最后找到了他。而郭靖呢，通过黄蓉留下的桃花九焖鸡的招牌以及呢那个避雷针，找到了黄蓉。当黄蓉知道蒙古要借到南宋进军金国的时候，他就深信不疑，他的金哥哥一定会回来襄阳城，所以他在襄阳城留下了桃花九焖鸡很多的招牌，当你回来襄阳城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等着你。而吐槽最多的那一场雨夜的避雷针的戏哈，大家可能以为怎么这么巧，这么荒唐，刚好这个时候黄蓉就在那个雨夜有一道雷劈下来，郭靖就找到了他。其实不是的，黄蓉到达了襄阳城之后，他是在每一个雨夜他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等待他的金哥哥，因为他知道只要郭靖回来襄阳，他就一定会看到桃花九焖鸡的招牌，他就一定会想得到用怎么样的方式让黄蓉去找到他，所以才有最后那一幕那么戏剧化的相遇。实际上是黄蓉
每一个雨夜的守候，才等来了最后那一次的相遇，这不够浪漫吗？最后欧阳锋这个角色，他一定是个大咖，他有很深刻的寓意。他是在宋国跟这个蒙古军对峙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挑起战争的，对吧？然后呢，他自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他有生之年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做天下第一。而在战败之后，他依然不服气，喊了一句：“我西毒就是天下第一”，然后跑了。那么西毒这个角色我就不做深度解读了啊，把空间留给你们。而如今真正像郭靖这样子有家国情怀的人真的太少了。你像当年小日本这样欺辱我们中国，到如今呢，大家似乎已经忘记了那段历史了。包括美国一样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们中国的打压，但是咱们刚前赴后继的为苹果去买单。所以我不禁感叹啊，现在像郭靖这样的男子真的太少了，像华筝和黄蓉这样的女子也太少了。我在这里郑重承诺啊，从此以后，除了爱国主义教育片可以让我花钱走到电影院，包括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教育片，我可以走进电影院，其他所有的电影我都不再为你去买单。这个《射雕之争》确确实实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后怕，怕的不是《射雕》的票房，我看到的是中国这一批年轻人里面00后90后这一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以及信仰的断层，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理解。而我呢，力量很小啊，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力量小就不去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力量小影响小就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将没有人会去做了。我改变不了太多东西，但是最起码我要对得起我是中国人这5个字，最起码我要为我的女儿做一个好榜样。希望我的女儿长大了之后，她能欣赏的男子是像郭靖这样子爱国爱民、心生怜悯、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子，而不是只喜欢动漫、只喜欢变装、手无缚鸡之力、胸无大志的奶油小生。最后强烈的呼吁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还没有看过射雕的，一定要带他们去看，并且给他们讲一讲其中的家国情怀。谢谢。我今天要去4刷《射雕英雄传》了，我选了一个4D 的厅，我想去切身的感受一下他们在草原骑马的那种奔驰的感觉，还有他们所描述的拳拳到肉啊，好像打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啊，我想去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在出发之前录一个视频，如果说《射雕英雄传》是一部扫盲剧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射雕之争》就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了一个人的善与恶，照出了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与利己主义。这是个人的选择吗？我认为不是，除了个别黑子以外，那么其他人实际上是教育的缺失，是信仰的断层，没有传承下去。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怎么可能啊？当祖国和人民处于危难之际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多么的团结呀，全部都拧成一股绳，这种团结的精神是让国外的人根本就看不懂。如果中国人没有信仰，就不会出现像中国的渔民啊，直接赤身肉搏菲律宾的军舰这样的豪情壮举。如果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就不会出现成千上万的渔民齐聚黄岩岛去围剿那几百艘菲律宾的军舰，是全世界所震惊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仅仅表现为你一定得有一个宗教才叫信仰，信仰不就是一种精神吗？一种能够凝聚人心的精神吗？而你看，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当祖国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们表现是如何呢？我只能说哈，上帝拯救不了他们。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刻在骨子里，刻在 DNA 里的为国为民、心生怜悯、止戈息战这么一种精神。而最懂得中国人信仰的这一波人，是经历过那个战乱年代的，现在拥有了平凡生活的这波老者。但是他们已经渐渐老去了，他们是没有互联网账号的呀，他们是没有办法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去发声、去传承他们的精神的呀。而如今的90后、00后，甚至是像我们这一批的80后，就是互联网的原住居民，
我们每一天除了吃饭，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以外，基本上都待在互联网上，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是受互联网的影响的。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呈现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就像如今的抖音啊，基本上充斥的都是短、平、快、爽、燃、炸、帅、反转、搞笑这样的视频，因为有流量啊，有关注啊，能够变现啊。这些视频可以让你迅速的分泌多巴胺，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让你得到爽感。这种东西它是像上瘾一样的，你一旦上瘾之后，你会发现你脱离不了它。你每一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想的是去找到你的手机刷一刷短视频，这样子才能够让你得到你的快乐。但是它是让你上瘾的，你摆脱不了它。一旦你不刷，你就会发现心里空落落的，但是你越刷你也发现也是空落落的，越刷越迷茫，越刷越焦虑。因为它刷完之后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东西，你必须要有更加刺激你的视觉、听觉，更加刺激你的这种肾上腺素的东西，才能够不断的满足到你，才能够达到你之前的快乐。这个是属于这些层面的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成瘾机制，说的就是短视频啊，一模一样的。而我们00后、90后，甚至一部分的80后，都是泡在互联网里长大的。我们每天被这样的短视频、这样的内容不断的去冲击我们的眼睛、听觉，冲击我们的心灵，我们一定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丧失了自己的思考的能力，丧失了斗志，变得迷茫、空洞、脆弱，最后把自己包裹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为享乐主义者。而很快我们的10后、20后是很快要走进互联网的大染缸。这个互联网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他们未来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特别的揪心啊，我很害怕说，当我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进入到互联网，他所面临的这种环境如果是如此的堕落的、自私的这么一种环境，他会成长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但我真的非常的忧虑，如果我们被这种快餐文化侵蚀的太深、中毒太深，那我们这一颗爱国的种子、忧国忧民的这种种子还能够生根发芽吗？会不会跟随着这些肉体就直接腐烂掉了？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太平，太平的只有现在的中国呀。所以谁来挑起中国人的脊梁啊？当祖国和人民未来某一天需要我们的时候，谁又会挺身而出啊？互联网上网红当道，赚得盆满钵满，所有的年轻人都在效仿，想要当网红，赚取这一波流量，这一波钱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那些变装、反转这一类的视频特别的有流量呢？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脱掉上衣然后露出8块腹肌的男子在那跳个舞蹈那么有流量呢？大家都喜欢看，为什么？因为它无非就是满足了一个人这种最肤浅、最表面上的这种刺激、快感、爽感。那些无脑的短剧，从刚开始就能想到以后结局那些短剧为什么风靡啊？那么多人会喜欢去看，因为他不用再用脑子去想了，不用再你用心去体验了，直接他就把答案告诉你了。这样子的环境下，这样的文化下，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简单粗暴的、肤浅的这些东西之后，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享乐主义。一切让我爽的东西我喜欢，一切让我不爽的东西我就要逃离，我就要躲开。只要我自己爽了，我管你什么父母恩情，我管你什么民族大义，我管你什么道德伦理啊，这不可怕吗？我们都在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那么脆弱，动不动就跳楼，动不动就自杀？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空心病啊？试想一下，如果人一个心中他有坚定的信仰，他会脆弱吗？他内心一定是充满力量的。当我们的信仰变成坚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你就会极其的痛苦。因为人的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呀，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那个时候，你的信仰能带你走出困境吗？如果一个小孩从小他的信仰是为国为民，心生怜悯，我存在世界上的意义不是为了享乐，不是为了我自己，那么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以自己的感受为主，他的信仰就会站出来，引领他走出泥沼。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被别人需要的时候，当你可以为别人去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的时候，你的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如今这个局面能怪谁呢？它不是个人的选择，它是教育的缺失，是传承的断层。所以我非常的钦佩在互联网上能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声的一些博主们，包括李子柒，包括有一些女孩子只身去到国外去传播中国的传统服饰、传统乐器的魅力、传统舞蹈魅力，他们真正的就是侠之大者。还有那些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这一类的博主就应该获得流量，这一类的博主他就应该成为主流。那么当未来我们的互联网上都是充斥这样子的精神和声音和文化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将永远不会阻止我们的孩子去玩互联网。我相信当我们的互联网不再以赚钱为目的，不再以获得流量、获得粉丝变现为目标的时候，当我们的目标是以传播美好的精神、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为目标的时候，整个的互联网的环境会是多么的可爱迷人啊！我们永远都不会再阻止我们的孩子走进互联网，我们反倒是希望他们尽早的去接受这一波洗礼。所以现在的这一波年轻人们，包括我们80后、90后、00后，其实真的责任非常重大，承上启下呀。我们需要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精神内核、爱国主义情怀，应该要传播的就是这一些。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互联网的主宰，绝对的话语权，也是中国现在的脊梁，也是未来的希望。现在全世界都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的武侠精神，膜拜我们的武侠精神。如果中国人自己都把它丢掉了，那真的是啪啪打脸了。但一切都还来得及，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博主能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这种信仰去发声，相信那颗深植在每一位中国人 DNA 里面的那一颗善良的爱国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射雕加油，中国万岁！今天讲讲那些觉得中国武侠完了的原著粉，聊聊你们为什么看不懂。首先，原著里面讲的精神内核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这么一种精神，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异议吧。如果这都能有争议，只能说啊，你根本不懂金庸，有辱原著粉3个字。徐克导演这一部《射雕英雄传》改编自小说的34章至40章，也就是郭大侠学成归来，守护南宋这个桥段，这是金庸老先生想表达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一个精神内核所集中体现以及升华的桥段。徐克导演完全致敬金庸原著，所以从片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叫做《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柯导演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这一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是完全根据金庸老先生小说原著的精神内核去改编的，以及他的选角，他对角色的塑造都是完全去揣摩了原著里面角色的这种形象、精神内核去塑造的。徐克导演在前几年他就想拍《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部电影了，但是苦于没有找到符合他心目当中致敬原著的这么个角色去演绎郭靖，所以迟迟没有拍摄，直到他遇到肖战。而肖战呢也不负所望，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金庸笔下的郭大侠演绎得淋漓尽致，眼神清澈又坚韧，质朴又真诚，少了1分憨，多了2分的纯。你看完肖战演绎的郭靖，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郭大侠是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心心念念的金刀驸马，为什么郭大侠是2位天之娇女深爱一辈子的男子。之前我也不懂啊，好像没什么吸引力。看完徐克的《射雕英雄传》你就懂了？是的，看完肖战版的郭靖我就懂了。另外我想说，小说、电视剧以及电影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呈现形式。如果你带着看小说的心态来看电影，我只想说，可能大荧幕真的不适合你吧。
但感谢你为射雕的票房做出了贡献。还有人会按照自己在看小说的时候，在脑海中所构建的场景以及人物来理解电影。但凡跟我脑海中想的是一样的，我就认同它就是好的；但凡是跟我脑海中构建的场景人物不一样的，就是差的，就是不对的。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呀？更何况你脑中所构想的那些场景人物的设定就一定是对的吗？也许你才是那位有失偏颇的人呢。而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在当年金庸老先生跟徐克说你不懂武侠，那个时候徐克所拍摄的青蛇、东方不败、龙门飞翔被所有的武侠迷奉为经典，津津乐道。而当徐克这一次认认真真的完全复刻金庸老先生原著里面的精神内核以及角色设定来演绎这部电影的时候，大家反而品不了了，还好意思在这里叫嚣啊，自己是原著粉，自己是武侠迷，真的是可笑至极。那些黑徐克的、黑《射雕英雄传》这部电影的所谓的原著粉们，你们究竟居心何在呀？资本原本就是逐利的，如果徐克老先生这么用心拍摄出来的这么好的一部武侠作品都不能被接受，武侠将永远告别大荧幕，画上历史的句号，最后只剩下那几页文字可得品鉴，这才是武侠迷最大的悲哀呀！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隐藏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里面的时间线，也是很多人看不懂这一部剧的主要原因啊。宋于1127年建国，于1279年灭国，历经了153年的时间，最终画上了历史的句号。郭靖生于1200年左右，属于南宋末年那个战乱的年代。18岁左右的时候，郭靖跟随师傅们回到中原学习武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他的一生挚爱黄蓉。2年后，也就是1220年左右，那郭靖呢是回到蒙古大本营，跟随着成吉思汗进行了第一次的西征。那这次的西征究竟历时多长时间呢？不是1个月，不是2个月，不是1年，不是2年，而是足足长达了5年左右，一直到1224年才结束第一次的西征。因为这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要在全球上映了，所以呢，为了过审，删掉了西征的画面，也是非常的遗憾哈。在整个的西征过程当中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件，如果说不是很了解西征的这段历史，包括没有阅读过金庸老先生原著的这么一波观众的话，他真的是很难去理解和衔接上这个故事的。根据金庸原著里面的描述，实际上黄蓉她因为担忧郭靖的处境，是追随了郭靖，混迹在整个的西征蒙古大军里面的，为郭靖出谋划策。也是在西征的过程当中，那郭靖是答应了大汗的赐婚，决定辜负黄蓉的感情，去迎娶华筝公主。最终呢，华筝还是发现了黄蓉就是郭靖心心念念的他深爱的中原女子。也是在西征途中，郭靖3次擒获了西渡欧阳锋，所以真的删掉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西征画面，以及欧阳锋和郭靖的打斗画面。很遗憾，但是也没有办法，如果未来呢有机会能够重新上映完整版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毫无疑问要为他再买单一次。那郭靖带兵西征的画面究竟应该放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哪一段呢？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画面是黄蓉在帐篷外面去协助郭靖去画出五木遗书的对阵图的那一段，华筝就在外面偷偷的去观察黄蓉的一举一动。紧接着就是雨停了，然后呢，黄蓉坐在马棚上面，那华筝去找到黄蓉对决的那一段。我当时刷第1遍的时候，包括第2遍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哈。我刷了5遍《射雕英雄传》之后，我才理解到，实际上这中间缺失的就是郭靖领兵出征的那一段，以及放在彩蛋后面的五木遗书对阵图的那一段。从3个细节里面可以看出来，华筝躲在帐篷外面偷看黄蓉的那一段，他是在雨夜倾盆大雨，而转眼间呢雨就停了啊，这个是场景不同。第2个的话呢是服饰，华筝的当天晚上雨夜的那场戏，他是穿的绿色还是蓝色的衣服，而他找到黄蓉去对决的那一段，他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还有第3条线索就是西渡欧阳锋，西渡欧阳锋他当时找到黄蓉的时候蓬头垢面的，很明显就是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打斗的场景之后留下来的话。那这里呢也是刚好对应了原著里面所描述的，在西征的过程当中，那郭靖是有3次
擒获了西毒欧阳锋。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导致呢西毒欧阳锋他想要得到九阴真经的这种渴望到达了极致，哪怕我要冒着生命危险，我也要前进军营里面找到黄蓉，获得九阴真经，练得绝世武功，成为天下第一。所以才会出现说黄蓉救得华筝之后进入蒙古帐篷里面，他对华筝说的那一句：你的靖哥哥会长命100岁的。此时此刻黄蓉已经知道了郭靖要迎娶华筝的一个事实，所以呢他第2天就带领了干班离开了蒙古大本营。而最后郭靖跟他母亲聊起黄蓉的时候，他说他要去找黄蓉，实际上他已经西征归来了，那么已经是时隔了5年左右的时间。当时他跟母亲说了一段话：可是我还是负了他。其实他说的就是我迎娶华筝的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辜负了黄蓉的感情的。最终他还是放心不下战乱年代的华容。我西征归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我要去寻找黄蓉。而故事的转折点就是大汗要借道伐金，也间接的导致了郭靖母亲李萍的死亡。这个时候开始呢，华筝就非常清楚他跟郭靖之间再无可能，因此在最后告别郭靖的时候，他拥抱了郭靖，然后问了一句：已经过去5年了，你还要去找他吗？而郭靖的话呢，也是给到他非常肯定的答案：是的，我要去找黄蓉。从此郭靖带着黄蓉留守在襄阳城，守护南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郭靖他有很多的选择，他完全可以留在蒙古，成为金刀驸马，享受一生的荣华富贵与世人的敬仰。他也可以选择回到南宋之后，跟随着黄蓉去往远离战场的桃花岛，度过悠闲自在的一生。但是他没有这样选择，是选择以身殉国，保护南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所以这才是金庸笔下最了不起的郭大侠。大家都懂了吗？不多，也就是5刷了《射雕英雄传》侠字大者，支持了实战地影票。春节档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啊，但是呢，关于《射雕英雄传》这一部电影的讨论度一直都没有降低啊，一直都有。我就有看到有一些评论在网络上，我真的是用哭笑不得4个字来形容，太恰当不过了。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这样讲的，说当我看到黄蓉看见郭靖给他留的那个标记的时候，他竟然是游泳过去而不是飞过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部电影完了，烂片，中国武侠完了。拜托啊，你是记忆力不好还是没有看呢？你还是逻辑思维理解力有问题啊？人家带了是什么？人家带的是索命环呢。什么叫索命环？就是可以锁你命的，内力大减，命都快没了。你没有发现他坐在那个石头上回忆郭靖的那一段的时候，人家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已经蔫了吗？你还人家飞过去，人家不游过去还能怎么样？人家是拼尽全力游过去的，爬上那个石头的时候都已经虚脱了。真的，你们这些人看电影只戴眼睛不戴脑子的吗？还有就是吐槽人家什么兰花拂穴手为什么不叫点穴，原著里就叫兰花拂穴手好吗？兰花拂穴手是桃花岛岛主东邪黄药师黄蓉的父亲创立的一门独门的武功，跟点穴是完全两码事啊。只不过是说兰花拂穴手这门武功它可以用于点穴，但是它不仅仅只用于点穴啊，人家还可以用于防御，用于擒拿，它是一门独门武功，以优雅著称。你们理解不了，你们只能理解肤浅的2个字点穴。我真的是服了。还有一个是什么，说人家桃花九闷鸡为什么不叫叫花鸡？哎呀，有空去看看原著行不行？人家原著里面就叫桃花九闷鸡，叫花鸡和桃花九闷鸡完全两码事儿。叫花鸡是在江南，你现在去江南，你现在都可以吃得到叫花鸡，它是一种传统的名菜。而桃花九焖鸡是金庸小说里面虚构的一道菜，是黄蓉独创的一道菜，完全不同的，行不行？叫花鸡是以荷叶包制去烤制的，去烧制的，它带有荷花清香，是真正的江南一道名菜。而桃花九焖鸡是虚构的，是黄蓉独创的，它是以桃花酿的酒为佐料去烹饪的一道菜，它展现的是黄蓉的精湛的这种厨艺，
以及它的智慧，烹饪出来是有桃花的香味的。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没事多看看书行不行？然后不要那么肤浅，只能理解点穴、叫花鸡简单粗暴的名字，而不能欣赏得了兰花拂穴手、桃花九焖鸡这种高雅高级的名字，真的是可笑又可悲啊！有时间多去看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去看看文言文，看看中国的古诗，看看《论语》，看看《道德经》吧。多去感受一下老祖宗语言的魅力，文字的魅力吧。以后看电影的时候，不要只带眼睛来，还要带脑子来，好吗？